大家好，这娃娃菜呢，在移植浇完水之后，除了观看一下日后的蔓延沟槽效果外呢，当然就是覆网了。只不过呢，又到了该收工的时候了所以呢，暂时就先简单的进行覆网了。但对于这样做出的防虫网呢，还需要用到竹竿撑起个人是非常不满意啊。毕竟呢，在中间已经多做了一组瓦片除了分隔种植区外呢，也要充当支撑网子使用。于是呢，瓦片的卡榫呢，还另有安排与利用目标除了降低所需的材料外呢，因为还打算多做几组固定式的防虫网不降低搭建材料的话呢，实在难达到原本设定的目标而预期的目标呢，是让这整块田可以有1/4以上改造成简易的防虫网，尝试呢小网式耕作的可能由于呢这是瓦片做的防虫网对于没有瓦片可使用的观众朋友呢，除了可自行寻找替代材料外呢，若真的没办法其实还有用铁丝让防虫网再次升级的做法目前已经搭设完成了，而且呢还把非十字花科作物纳入防虫网的结构了，感觉是蛮有希望的在此算是先做个预告由于一开始的想法呢，觉得只要把网子拉紧就可以解决还得在瓦片上呢多加个支撑棍的困扰了。但实际解决困扰的办法呢，却是利用了瓦片上方的凹槽了。在测试拉紧网子后呢，确实可以达到完美的覆盖但是发现这样做呢，会有个问题日后要掀网采收的时候呢，网子一放松呢，两侧的网子会产生联动一边翻开网子采收时呢，另一边没有要采收的网子会有塌下来的状况于是呢，多用了粗铁丝卡进中间分隔区的瓦片上方就可让两块溪地呢变成独立的状态了。而这样做的好处呢，是还有收纳的效果侧边多出来的网子宽度呢，也可采用双层然后收纳到上方去而且呢，网子两侧下方呢，就更容易可以调整到几乎服贴沟槽的位置了。网子的问题解决了再来就是要解决不掀开网子呢进行浇水的方法了。如果你没有呢十字花科类的家庭种植经验除了防虫网很重要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有关于浇水的问题了。在种植的初期呢，还没有进入结球前浇水的方式可以比照一般叶菜类浇水的方式但准备进入结球时呢，浇水呢就只能由下方浇水了，不能再由上方将水淋在菜叶上使用水管的话呢，要特别注意不然呢很容易造成呢在进行包覆时内部是烂掉的了。也因为如此呢，一般田间种植呢都是采用蔓延的方式而准备进行包覆时呢，如果遇到连续降雨呢，容易造成农损的原因，除了烂根之外呢，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是内部包覆了水了，而造成内部烂掉。这也是为何在内部多挖一条沟槽让土壤自行吸水的原因接着来近看一下这中间多了粗铁丝卡榫的安排将多余的网子呢也折上来的好处除了增加收纳效果外呢，双层的网子呢其实还可以增加支撑力
而用粗铁丝穿过后呢，只是在避免网子左右跑动哈，下拉的力量呢，还是得靠两侧粗铁丝哈打入地下拉撑啦。不过呢，有人会担心因此而影响到日照吗？就过往的经验而言哈，这网子的孔隙呢其实不小啊，降低的日照呢是不会影响到生长的。主要的防虫呢，也只是在防叶菜蛾为主哈。刚才画面看到的分别是移植4天后与10天后的状况啊。然而看到迷你娃娃菜的生长速度哈，真的是很让人意外哈，就像突然看到这天空的景象一样啊。希望只是视角的问题而已。移植至今也才经过21天哈，可以如此快速明显的成长呢，这算是提早移苗的效用啊。而要移植很小的幼苗呢，除了移植技巧将土浇湿一点外呢，记得要多一份细心啊。接着就要来简单处理哈，不掀开网子如何浇水的问题了。在边坡上呢，先铺上一块淘汰的塑胶垫板啊，这是要提高浇水速度哈，而且让浇水过程呢不会冲刷土壤的缓冲之剂哈。至于美观问题呢，先解决实用的办法之后呢，再来考量啊。反正来日方长嘛，这方式也可以让上方挖出的凹槽哈进行慢淹浇水啊。不过发现个小问题哈，就是上方7里香呢便利浇水的凹槽哈，影片还没有介绍啊。但这只透过浇水哈不施肥的自然农法呢，还是让这迷你娃娃菜哈要进入结球了。至于狗放风的时间呢，为何无辜的被绑起来哈？有放过风筝的观众朋友应该知道哈，要让风筝起飞前呢，必须逆风奔跑一下嘛，所以呢，不得不把狗绑起来哈，算是暂时让出空间啦。这收割完的时间呢，有的人最有印象的应该是拿来控油哈。不过小时候虽然没有在麦田打过棒球的经验哈，但却真的就在这早稻田棒球场打棒球了。而冬天的白天真的很短哈，这时间才下午5点半了，路灯就亮了，还得帮影片打光。现在看到的这是准备哈，又进场到升级版防虫网新的不同作物啊。一旁一直维持超高姿态哈，有亮感的则是结球莴苣现况。谢谢收看。